Hello，大家好，我是一心啊。今天是平安夜，祝大家平平安安的。因为没有人陪我呢，所以说我就录视频唠唠嗑。这次就正准备把我跟凯班的故事完整的讲完吧。就上期是说到，我跟凯班相处的过程中，尤其是他当上我的班长之后，我们俩就走得越来越近，直至有些形影不离了嘛。然后再加上我当时因为被安排做了通讯员，而且当了几天就开始变得非常放肆，就是跟很多班长勾肩搭背的这种。我当时变得放肆，不仅是因为我上次说的跟队长指导员相处的都非常好，也是因为我在之前的一个训练科目中取得了一个第一名，所以说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个训练科目就是一个魔鬼州的一个越野项目，呃，魔鬼州还是非常好玩的，因为我后面会想说一下那个魔鬼州的事情，就是虽然没有电视剧里那么夸张，但是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也算是我整个军旅生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吧。我想说的是，就是在魔鬼州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甚至会用第一名这个称呼来称呼我，所以说我当时也就仗着这股劲儿，跟很多战友的关系又紧密了很多。所以说到了后面更是利用通讯员的职务之便，坏事做尽。我上次说了，主要也是因为建委班长不在我身边，再加上凯班又不在没大没小这一块特别的约束我，因为凯班他一直是惯着我的嘛，然后他就是有一些把我惯坏了嘛。再加上当时我因为做了通讯员，平时训练不用跟着大家，但是只要一有时间，就是休息的时候，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回到班里去黏着他。像大家在打牌的时候，我不打牌嘛，我就坐在他身边，挨着他坐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装作值班很累了，然后靠在他身上休息。后来干脆就演都不演了，直接搂着他闻他身上的味道。呃，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迷上一个人的话，会被这个人任何一点吸引，尤其是味道。因为我本身对味道就比较敏感，哪怕是到了现在，我甚至还会通过一个人身上的味道来判断跟这个人聊不聊得来，就很奇怪。凯班他平时就很爱干净嘛，很爱干净，然后身上不仅都是那种洗衣粉、洗液的味道，不像其他的战友身上都是一股汗臭，然后他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再加上他抽烟，身上那一股烟草味道，又很好的中和他那个甜味儿，不会显得他那个味道很甜腻。真的很离谱，因为我本身是非常讨厌烟味的，但是他身上的那个烟味我就怎么都闻不够啊！现在想一想，我那时候真的也挺大胆的，就是如果那些时候的那些举动，如果放在现在的大街上的话，肯定都是会被指指点点的。但是部队里的话，那种程度的亲昵又会被很好的接受，因为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就有很多肢体接触了嘛，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又放肆的不行，所以说大家都不当回事儿，而且平时的话，战友也会像那样搂搂抱抱的一起黏在一起嘛，然后我也会很享受被别人搂搂抱抱的感觉，所以说就是那些动作啊、行为背后那些小心思，估计就只有我知道了。哎，不行不行，就是我真的怕我说这段之后，会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听了去，然后参军入伍，在里面大型秽乱之事。就是真的，相对于外界的话，部队真的是非常纯洁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希望每个人参军的动力就是自我提升，或者说你想要去奉献的一些，然后产生一些自我满足。真的会有私信问我的，在部队里面可不可以这样那样，然后我说了不行之后，对方又会很失望，然后说不想参军。每次看到这样的回复之后，我会觉得有点那还是回家吧，好不好？真的就不要这样，就是不要想着越界的事情，就是哪怕是我当时我跟凯班最越界的事情，也不过是睡在一张床上而已。我跟凯班就这样腻腻歪歪的过日子，过了1-2个月吧。就事情的转折点是一次我跟凯班的兑换了。当时的背景是我们中队接到了 G20的安保任务，要把我们跨区调兵到杭州。我们当时支队非常重视这个任务，因为后面的话，最终我们整个支队都要参与到其中。我们中队的话，不仅是全员参与，而且是我们要作为前哨兵，在7月份就要过去。因为那个 G20大会的话，它是9月份的嘛，然后我们就提前1个月过去，意味着我们会有1个多月的任务这些时间。而且因为这个任务的话，我们当时还延迟退伍了。但我本身其实挺高兴的，因为可以又跟凯班多一段相处的时间嘛。其实我当时是因为他动了一些留队的念头的，只是趋于理性的选择，我是属于不得不
退伍的那一种。理由我待会儿说啊，就是甚至当时我的指导员还找我聊过留队的话题，劝我留队。因为当时任务公布没多久，就是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就很少了，而且我们任务执行完回来就要面临退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出发之前，我们指导员就挨个的找我们那些面临退伍的人去谈心谈话，主要目的就是留人，因为部队很难留住人，怎么说呢？因为即便他的待遇条件非常的好了，但还是因为太苦了，所以说留不住人。而且当时导员去找我聊留队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挺吃惊的。当时就我跟他在对部，当时我们聊了很多事情啊，就像他军校的事情啊，还有我大学里发生的事情。后面莫名其妙就聊到了留队的事情，然后我当时跟他说，就是我这个体能素质，你还要留我吗？然后我们导员就说，让我跟着他后面干就行。因为我跟导员的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还是挺好的。因为我虽然通讯员嘛，但是我也经常会做一些文书的工作，就像我写我们中队的一些新闻稿，在我们内部网上发表都很顺畅。他也不像一些其他那些军官官架子很大，就是我也很乐意给他干活。只是我是最终没有办法放弃我的学业，因为我之前说过我是在大学中途去参的军，而且那个学籍保留只能保留2年嘛。如果我留队的话，那我就是高中文凭了。就是我跟他说了我的处境之后，我们导员就立刻理解了我，然后就放我走了。其实我当时真的很纠结，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完完全全的爱上了部队了，准确的说是爱上我们中队了，因为我们中队的氛围啊，真的特别好。所以说这也是我上一个视频劝大家不要在大学中途参军的一个原因，因为你不仅会在后面面临很多尴尬的选择，真的，你像通过我就很明显能感受得到嘛，毕业之后来是最好的，因为部队里那些真挚的情感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所以说像我一个偏感性的人，要在这种时候去做一些理性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痛苦的。当时跟导员聊完之后已经熄灯了，然后我给导员铺完床之后就回班里睡觉，然后我看到凯班正躺在我的床上跟那边玩手机，然后我看到这个场景之后心里就五味杂陈，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看着他的后背，就很小声的跟他说今天导员找我谈话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要退伍。然后他听完我说这句话，噌的一下就转过身来看着我，当时那个手机灯光还打在他的脸上，然后就看到他的那个眼神特无辜，而且他那个脸真的离我特别近，然后我都能闻到他嘴里的牙膏味嘛。他就问我，他说你不是干得挺好吗？为什么要退伍？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保住我的本科文凭了。然后他一听就愣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退伍的话，那我也要退伍。因为凯班他是第5年，17士官到期，不过他是12月份入的伍嘛，所以说他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去留的选择，所以说还没到时间。但是这次也是他第一次跟我聊将来嘛。他一说这话我就有点着急，我就说你退什么伍？你刚拿的党票。结果他就反问我一句，他说你难道不想我跟你一起退伍吗？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听到这句话的心情。因为我当时甚至没有细想他这句话的意味，但是我当时真的就突然一股暖流往自己的眼眶那边去涌。然后我说我想，但是你不能退伍，因为我不知道你退伍之后可以做什么。我当时直接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然后他接着就说我靠，你瞧不起我是不是？然后我一听就急了，因为我根本不是瞧不起他嘛，因为我刚才跟导员聊完那股劲儿还在，然后他又这么激我一下，然后我突然眼泪就哗哗哗的就流下来了。我说怎么可能？我这一大堆人里面最看重的不就是你吗？其实我这会儿真的有点想告白的意思了，但是我还是把话说的像那种哥几个里面我最看重你的那种意思。他就应该没有多想，或者说没有机会多想，因为我一哭他就慌了，然后急忙的用手给我擦眼泪。他说他知道他只是开玩笑而已，然后我当时眼泪就是止不住嘛，他就一直在那边说别哭了别哭了，班里人都在呢。但是我当时没有哭出声的，只是眼泪在那边止不住。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导员找我的时候我就哭了，我说现在劲儿还在，其实我是只是找个借口，导员找我的时候没哭嘛。然后就跟他说我是真的不想跟大家分开啊之类的。
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是，我是不想跟你分开。然后他就开始安慰我说没事，现在退伍还早嘛，然后你留着退伍的时候再哭。然后我就说那你答应我你不退伍。他就说他再想想，然后就说这有什么好想的，这有什么好想的。然后他就说行，先睡觉吧。因为当时他真的就有点敷衍我的意思嘛，然后我就不依不挠的就拽着他。当时他还用大拇指去擦我的眼泪，然后我就立刻就抓着他的手去咬他这个鱼际，就是手掌最后的这一部分。我咬的真的挺大力的，然后他就吃疼，但是又不敢发出声音嘛，然后就小声说不退，然后我才松了口。然后他就用手在我身上擦了擦，然后就转过身去睡觉了。然后我就从他背后紧紧的搂了他一下，然后也背过身去睡觉了。其实我当时根本睡不着，然后我也忘了当时乱七八糟的想了一些什么，因为我当时的眼界真的有限，真的不知道他退伍之后可以做一些什么，只知道他是高中文凭，但是快入党了，在部队待个1期2期的话，其实要比回到社会要好很多。再加上他如果还有机会再去援个疆啊之类的，能拿到很多的钱，退伍费也会高很多，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再为了生计发愁。回到地方的话，再简单打个工，其实可以把日子过得安安稳稳，过得很好。这就是我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对他的出路，所以说我才会极力劝他留队的。但是那天过后，他总是会时不时的说他想要退伍的打算，然后我就很急，我甚至当时还找了他的女朋友跟他说，一起跟我劝他。我跟他女朋友说，我说凯子现在回去也是打工，过几年回去也是打工，他在部队待几年待遇会好很多，他干着也不是多困难之类的。我真的不喜欢他女朋友，即便不是作为情敌，作为一个普通的女生，我也不喜欢他的女朋友。但是我还是希望他的女朋友能在他的人生中发挥一些正面的作用。还好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然后在我这种绞尽脑汁的情况下，凯班算是不再去想那种退伍的问题了。但是他偶尔还是会拿一些退伍的话来刺激我，要挟我，比如说一些什么如果你再这样的话我就要退伍了之类的话，来要挟我服从。我那会儿对他真的就是百依百顺，为了让他留队，但是的话也会更明目张胆的去抱他，然后说一些不想分开的话，因为也真的是抱一次少一次了，尤其是越临近退伍，真的是他那句你不想跟我一起退伍吗，其实一直在刺激我，让我胡思乱想，他究竟是不是在邀请我，他对我是不是也有一点喜欢，如果我告白了，事情会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展开。哎呀，这当时就是乱七八糟，全都是这种想法充斥了我的脑海。然后就到了执行任务的时间，我们去杭州执行那个 G20 安保任务，我就重新作为战士回到了班级里去执勤。只是因为我当时还带着伤嘛，所以说每天只用站一班岗，其他的战友一般是1天2班。其实我当时都可以不用去站岗的，而是去做一些后勤工作之类的。但是呢，我的导员就是说希望我可以多一些任务经历嘛。哎，现在想起来我的导员真的对我挺好的。然后当时我就是白天黑夜都是跟凯班在一起了嘛，再加上经历过那些对话之后，每天看着凯班那种告白的冲动就达到了顶峰。我就还是决定在退伍之前把自己所有的心事全都告诉他。我们当时是住在萧山区的一所小学里面，然后我们是在教室里面打地铺，非常的拥挤，所以说我没有什么能跟凯班单独聊天的机会。但是好在我们当时那个讲台里面有很多的信纸，我记得当时是希望我们那些官兵战士给小朋友写寄语的，就是挺搞笑的，他们指望一帮二愣子写什么寄语，写什么好话的。但是这不巧了吗？正好我就可以拿着这些纸给凯班写情书。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我几乎把半年份的日记全都写进去了，我写了满满的10几页。因为我执勤时间比较少嘛，空余时间比较多，然后一有时间就写了大半个月啊，里面就详细写了我跟凯班的相遇啊、相识啊，包括我在信里面直接写了我一开始挺讨厌他的，
但是后面却很难把视线从他的身上移开。然后我是在信的最后写了，我说希望他看完信之后可以拒绝我，然后让我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接着是希望他可以把信再还给我，然后因为我想把这封信给封存掉，然后顺便把对他的心也封存掉。因为我对手写的文字其实是看得很重的，尤其是这种言情信，一撇一捺全都是情绪嘛。然后既然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感情的话，那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好好的保存好自己的这些情绪。我就在回北京的前一天把信给了他嘛，然后他晚上挑着灯把信看完了，我确定他是看完了的，因为他看了很久，最后把信压到枕头下面，我才安心的睡了下去。第二天我们坐上运兵车，我就开始问他要我的信，然后问他看完了没有，可不可以把信还给我了。他就一直在那边说没看完，说我写那么多哪能一下子看完之类的，但是他明显就不对劲嘛，比如说不敢直视我之类的。然后我就说你肯定看完了，看完抓紧把信还给我。他就那边一直装作没听到那种样子，说什么等回去再说。我们中队一开始是坐高铁来的，因为我们作为前哨嘛，坐高铁来的杭州，但是后面因为整个支队人都来了嘛，所以说跟着大部队一起，我们后面是坐着运兵车回去的，就是那种军用运输车，搭了个雨棚那种，没有座位，零舒适度，开了整整一天。哎，可把人折磨坏了，旅途劳顿，再加上当时我胡思乱想的跟凯文那些事情，就是基本上就把我折磨了一路，也让我短暂放弃了中途去找凯文要我的信。回到营地之后，我就继续缠着他问他要我的信。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们刚回来就开始准备退伍的流程了嘛。我们特勤每年的留人名额是最多的，所以说义务兵本身退就不多，而且9月份的话没有老兵退伍，所以说退伍的人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说就没有安排什么欢送会啊之类的。但是该有的退伍流程还是有的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心思去搞那个退伍流程，只是一心想找凯班要回我的信。但凯班呢，就单单在信这件事上给我打马虎眼，就是我们在其他的时候，他都是跟我正常的去聊天啊，干什么的。但是我一提到信，他就开始无视我，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在我这次写情书之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他就不来我的床上睡了，或者说一旦我跟他对视，他就有一点不知所措，然后想把那个视线移开。然后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答复吧，就一心想着想把我的信给要回来。然后我那会儿就是觉得把信要回来算是一个确切的答复，因为我当时特别看重自己的那份心意，看重到有一些自私吧，就是希望自己的心意可以被好好的对待。准确的说，其实是希望自己被好好的对待嘛，就是请不要这样不给我一个交代，就让这封信石沉大海，或者说让我这份心意石沉大海。我当时为了要回我的信，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然后有时候就是恶狠狠的问他要，然后就被他恶狠狠的怼回来了。然后有时候撒娇似的祈求问他要，他又会推搡着把我推开啊之类的。就这样，当时还有1周就退伍了，我就特别的难过，就很想要一个痛快嘛。其实我想要的无非就是一个拒绝，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意，我就特别希望他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也蛮大的，它让我明白了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爱的过程同样也非常美好。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真挚的爱情都会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好在我一开始就没有奢求过一个好的结局，但我当时想的是，既然我在信里说了我爱他因为我说过我对爱这个字用的都是非常谨慎的，我既然用爱这个字，就说明这份感情在我的心里真的很有分量，我就很希望他能有一个答复嘛。我就想的，我是知道这件事情或许是没有结果的，所以说
就很想放下，因为你放下之后才能回归一部分自我的生活，才能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嘛。我当时就非常不想去猜测信件的下落，正如我不想猜测他看到我信里的我爱你3个字之后是什么反应，是什么心情，恶心、感动，或者说一部分自我意识的觉醒。我真的不想去猜，为什么要我去猜呢？对不对？我当时想的是，我都那么郑重的去对待你，你认真的答复我一下又能怎样？但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啊，因为我是后来才意识到，擅自在别人身上加以期许是很自私的行为，因为别人没有义务回答我，也没有义务去回应我的一厢情愿，我的感情甚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别人回复你只能是说明别人是一个好人，当然我也没说别人如果不回复他就代表他是一个坏人啊。不知道大家能否明白我这一点，就是不要再擅自给别人加以期许，不要给别人压力。但是我当时就是有点绝望的，甚至我还问战友借了2支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主动拿起我很讨厌的烟，因为都说吸烟可以排解愁绪嘛，我当时就想着是不是我抽2口之后自己内心的愁也可以排解出去。但我当时没想到战友把我戒烟的事情告诉了凯巴尔，我当时就是躲进了厕所的隔间里面点了烟，但是一直没有送进嘴里，因为当时还在纠结。然后我试着抽了一口就开始咳嗽，然后我一咳嗽那个隔间的门就打开了，因为我没有锁。我想着吧，其实我可能当时也希望能有人来找到我，看到我当时那种绝望的心境，然后过来安慰我、关心我之类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来的这个人是凯巴尔，或者说我有时候可能希望这个人就是凯巴尔吧。然后他打开那个隔间的门看着我，几乎就是很生气的那种表情，然后拽着我的衣领就把我拽出来，然后就开始踢我，一边踢我说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他当时一脚就把我从卫生间踹到了走廊，因为他踹得很大力，然后他踹一脚我几乎就要后退好几米，踹到了走廊，就开始继续踹我，把我从走廊的这一头一直踹到了走廊的另一头，几十米吧。然后一边踹一边说什么啊，长本事了，要退伍了是吧？管不了你了是吧？这种话，直到把我踢到了一个角落，开始问我你学什么不好，开始学抽烟。然后我当时就小声回怼了一下，我说你不也抽烟吗？然后他又踹了我一脚，说我是没教你点好的是吧？他一说这个之后，我就开始流眼泪，我就他妈又开始流眼泪，就是那种一声不吭的流眼泪。这件事情过后，真的就是我的每一任班长都打过我其实他本可以不在临退伍的时候来这一出的，因为我觉得他这几脚踹的明显是带了一些其他的情绪在，就像我流眼泪也是因为这几天积攒了一些很多其他的情绪。真的挺讽刺的，就是我在部队这种最不适合流眼泪的地方，流了我前半生大部分的眼泪。就像我平时在外面都是几两滴就结束了，但是我在里面，在部队里面那些日子，要么是嚎啕大哭，要么就是潸然泪下。我有时候真的想求求自己，不要在这种严肃的地方这么多戏了。但是后来一想，人生不就是一场戏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后来想了一想，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可爱的。
不过那件事情之后，我真的就一次再也没有碰过烟，我到现在也不会抽烟。当时凯班踢完我就让我回去睡觉嘛，因为当时是晚上，他当时踢我的动静还引来了其他班的几个班长，当时凯班还把他们赶回屋了，就还好没有闹出更大的笑话。然后在角落那一会儿，我还小声跟他说能不能再聊一聊，他就没说话，我就说那你先回去吧，我洗把脸再回去。然后他就转身走了，然后我就用手机给他发消息，我就说真的是最后了，能不能再聊一下，以后过去都没机会了，如果你想聊的话，我就在淋浴间等着你。哎，我说这话真的是。然后我当时洗完脸就去淋浴间等他，我当时的口袋里不还有另一支烟吗？另一支烟都已经被他踢碎了，然后口袋里全都是烟丝儿。然后我就一边在搓着那些烟丝儿，就一边想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到当时天都有些泛白，我都没有回去，然后也就是我当时一晚上都没有等到他。当然也可能是他甚至都没有看到我发的消息吧。但是就在等的过程中，怎么说呢，就觉得自己很委屈，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因为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嘛，很多时候想法很不成熟，然后我就变得有一点点愤恨，就生出一点点恨意，就真的很不成熟。然后我就暗自决定，我要自己把那些信找回来。我说我必须得给自己一个交代，这种既然你这样对待我，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当时就想着他的肯定是把我的信放在了库房，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一些行李物品都是放在库房的，平时身边的包里啊只是放一些日常的用品。你像什么洗漱盒啊、床头柜啊之类的，其实我都翻过，都没有找到我的信。我想那你肯定放在库房了吧？就还好我当时还有一个那个通讯员的职务之便，我当时能去队部拿到库房的钥匙。然后我就拿了钥匙去库房去找他的行李，结果真的就在他的背包里找到了我的信。我当时看了我那个信又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抓马的事情，也是让我一直后悔至今的事情，就是我把我写的那10几页的信撕碎了，一边哭一边撕。抓马的地方在于，我撕碎了之后，我又把信的碎片放回了他的包里。真的很弱智，但是我当时是有一种报了仇的快感。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把这份心意毁掉，我都不留给你，就是很弱智的一种想法。当时我在锁那个库房门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还有点发抖。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因为我这件事情可能会破坏我跟他所有的感情。但是我最终没有撤销这个动作，其实我完全还有机会能把那封信拿走，就把碎片全都收走。我到现在就很后悔，超级后悔。我甚至都有点想死掉，因为这肯定就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情之一。但是一切都没有办法挽回了。那件事之后，我就走了嘛。他至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会发现他的背包里有那些碎片的。然后我退伍了之后，给他发消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我消息。直到退伍之后的第2年，我给他发一些生日祝福，他才开始回复我。
我做那件事情一定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退伍的当天，他还对我说回去好好干之类的话。因为那个时候他肯定还没有发现我把那个信撕碎了又放回他的包里。就说说跟凯班之后的事情吧，就是因为我跟他的告白基本上就是算是吹了嘛。虽然他没有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但是我给了自己一个答复，虽然这个答复很差劲，而且当时那份愧疚没有办法再让我继续喜欢他，继续爱他，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爱一个人的话，最好还是让他成为自己想成为的自己。简单来说，就是由他去吧。有任何想改变、想拯救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擅自加期待，都是不太好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但要说没有牵挂也不可能。我是那种喜欢把重视的人置顶的那种。凯班在我退伍之后，我依旧把他留在置顶，留了很久，但是最后还是把他撤下去了，然后换成了白月光。我从军记的第一期就说过了，我这辈子深刻爱过的两个人，就是这两个直男，都跟部队有关。这个就是我跟他们的故事。跟他们两个人的相处的过程，其实对我的影响都非常深刻，哪怕我说不出来他们改变了我哪里，但我依然觉得可能是凯班那部分的感情影响了我更深刻一些，因为他当时让我看到了我爱的狭隘，或者说爱的片面。其实跟凯班的相处是让我知道，如果是喜欢一个人或者爱一个人的话，给自己一个交代就可以了，不要去等别人的答案。我现在对凯班还有对白月光都没有其他的想法了，但是我一到单身的时候，我还是会把白月光置顶，因为我的白月光还是会提醒我一些，而且我一把白月光置顶，我还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凯班。凯班也是一个很少发动态的人，也不喜欢主动发消息。他唯一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是告诉我他结婚了，然后我当时包了礼金给他，他没收，然后那之后就没怎么主动给我发过消息了。但是我发消息给他的话，他会回，只是会隔段时间。我一般就问他最近还好吗，他会回复还好。然后我一跟他聊天就会想起我这些不成熟的往事，然后我在前几天又发消息给他，不出意料他又是隔了一天才回复我的消息，但是他的回复足以让我宽慰很多。凯班是那种一直会把别人看得很重，然后把自己看得很轻的那种人，我一直很担心他这一点，尤其是当时看到他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我就越发担心。当然也只是自己的臆测了，因为我通常会比较担心那种把头像换成自己孩子的父母，因为他们很容易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我怕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人生底色，因为怎么说呢，凯班在我这里是真实的闪耀过的，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自己曾经喜欢的人过得不如意，但这些全都是我的臆测，我只能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去判断。我想的话，如果我不撕毁那封信的话，可能我跟他的聊天或许会更从容一些。但事已至此的话，努力让自己幸福才是最优解吧，可能也是我撕毁那封信的报应。哪怕是现在，我也是会觉得跟凯班的相遇的那段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尽管我做了一个很差的结局。之前有人问过我说什么，如果你的白月光或者说凯班有一天过来找你，你会接受吗？我说不会。
有一点装的成分，但确实应该是不会。有些人只要留在回忆里就足够了。就是我更希望的是，接下来可以遇到一些值得去爱的人，值得去喜欢的人。就像总有人说，怀念旧人会让人没有办法往前看。其实我觉得不然，或者说恰恰相反。我觉得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教会我如何去喜欢，如何去爱，更好的去喜欢，更好的去爱。只是差一个对的人，对吧？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毕竟人是只靠着回忆就可以活下去的动物。但我还是希望屏幕前的你，当然也包括我，能够遇到良缘。就这样，就是我在部队的感情线其实就这样结束了。后面还是会想去讲一些好玩的事情。部队里面其实有意思的事情很多啊，我们以后再接着聊天嘛。就这样，这期就到这里，拜拜。